哎，各位书街小事的老朋友，大家好，嘿，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。今天，很高兴这个月我们跟2个漂亮的小女生都录青春痘的专辑啊，那这是我们那个何小姐何小姐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这样。你好。好了，我们看到何小姐很腼腆的跟大家打招呼，所以我们就要请何小姐继续很腼腆的跟我们讲，一般青春痘的病人除非走投无路，要不然基本上不会想要，就是回到皮肤健康，然后让痘子都冒出来这条路。所以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肌戒毒？其实我当时一开始是想要改善我的皮肤一直长痘的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其实有遍寻各种医生，不论是中医、西医，然后有尝试吃药、擦药，问题都一直没有改善。然后在这段期间，我有用过像是尝试去戒糖、戒奶，然后还有去运动、早睡早起，然后或是尝试用清爽型的保养品，可是痘痘还是反复不停的冒出来。那我会来极致治疗的原因，是因为偶然在 D 卡上面发现宋医师的文章跟影片，觉得他专业可信，就想说来诊所先拍皮肤看看，那看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一直长痘。所以我能不能问一下，就是所谓的没有改善是一直都长痘，还是越长越多，还是有长得比较少，可是控制不下来？一直都有长痘，而且是反复不停的长。好长痘的情况没有恶化，但是就一直在长。有时候会恶化，然后有时候是平顺的。好，所以就是高高低低这样。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些整个治疗的过程中，有让你的皮肤慢慢觉得干燥吗？有让你的皮肤觉得好像很油很难控制吗？就是因为我们前一位姑娘跟我们讲说她有油肌，后来她发现她不是油肌啊。那你呢？你觉得呢？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油肌，然后尤其是我的额头部一直会出油，尤其是早上到上班到下午的时候都一直出油，然后还是会伴随着干燥。对，就这两出油跟干燥这两个问题。那这样子1年多下来，这个情况有变化吗？有蛮大的改善，尤其是我现在早上起床我都不会脸冒油光，然后到下午也不会了，就比较像正常的小女生这样子。对。好，所以差不多也是1年的时间嘛，1年多。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你这样走过，我常常喜欢引用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话，叫走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要带来世人的光亮。你这样走过来，你发现你最痛苦的是什么？然后你怎么度过了这一段？其实我觉得我最痛苦的是，我当时在肌戒毒的期间，我虽然有冒痘，可是我觉得长痘痘其实对我来说，不是最大问题，最大问题是伴随着皮肤脱屑跟干痒，尤其是它有时候痒到会晚上睡不着觉，然后会痒到一直抓，然后抓到破皮。那因为我本身又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，所以这个痒会激发我湿疹跟荨麻疹会整个诱发出来，然后会整个状态会恶化，然后干痒让我的皮肤抓到破皮，当我清水洗脸或是油敷的时候就会刺痛，会很不舒服。可是我又不能不做油敷的动作，因为脸会更干，会更痒。我只有在油敷的那时候，我皮肤才稍微缓解。所以这样1年下来，你油敷啊什么？那你刚刚讲到的异位性皮肤炎，你讲到荨麻疹的情况有因此改善吗？有比较好一点。发作的频率有比如说这是你完全没有肌戒毒以前，这是现在，它的之前的荨麻疹的发作、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跟现在这个整个频率有下来，有减少，对嘛？所以当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如果有证据还有你能够说服自己很重要。那除了说服自己，你还有觉得有什么东西很重要？我觉得家人朋友的支持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就是在这段排疫期间，就是脸上都会出现各种痘痘，然后其实亲戚都会问你的脸怎么了，然后你是不是发生什么情况，要不要去看医生？但其实内心要自己觉得说会好起来，然后再伴随家人的支持还有鼓励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度过这段期间。在医疗里面，其实家人跟朋友支持，其实家人跟朋友支持，其实家人跟朋友支持很重要的。那因为有时候家人跟朋友他们没有看过显微证据嘛，所以不一定能够支持。但是我们有设一个那个肌腱暖暖群，你看这里这样，就是它就是让各位的那个戒友
老人带新人，至少互相之间可以得到温暖。每次讲青春痘，我们就要重新把模型拿出来哈，就是说青春痘其实是我们皮肤的自己的出油然后出水了，那油管同时也是我们的毛管，所以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，只要发现它的毛管堵塞，它没长毛，然后有塞东西，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人的青春痘已经好一阵子。然后当年你为了要控油抗痘，你插进去的药，我们再重新讲一遍。大概在10年前有一篇 paper 才解开我们几乎是千古谜团。以前我们常常在说擦药的时候要经过皮肤间隙吸收，有没有？事实上后来那篇 paper 才证明85%的药物是会经过毛孔进去哦。那这也解开我们一些疑惑，就是很多控油抗痘的成分为什么进去以后毛囊会先受到损伤，然后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在监测下看到毛稀少哈，然后之后塞住以后，接下来你继续往下擦，它就会开始刺激这些真皮，然后就产生皮肤的刺激发炎啊、潜在的敏感肌啊，然后角质的厚化。那因为角质厚化干燥，然后上面其他部分还残余的油就觉得干燥，然后又觉得油脂哈，就左边飘油，右边没办法乳化，所以青春痘的病人常会有又干又有的现象。那当你把这个东西打开以后，它的乳化重新形成，他就会觉得它的那个又干又有的情况会改善。就是刚刚那个何小姐在讲，她的额头，她觉得她是油肌又有长痘子，可是整个好了以后，她反而她觉得她的皮肤就不飘油。那大家都想要看现场图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现场图，就是她来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啊，然后一路往下杀到这里，你会发现这里已经开始长一波青春痘，甚至有点脸红。那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是脸红，这是2024年的7月啊。然后同样2024年的7月这样一路杀上来，再往这里的时候，它又改善了一波，然后又跑过来，就是说这种代谢的东西，所有天然代谢的东西，它都是一样的，它会有反反复复的高高低高低，可是每次的高一定会越来越低，每次的低也会越来越低，也就是说你在代谢的过程中你会越来越改善。那我们用整年下去看哦，这是2024年的3月哈，然后一路拉过来，然后下那个橄榄油啦，然后下一些那个复活素之类，你会发现它的皮肤的颗粒哈，从本来颗粒堵塞没有纹路，然后慢慢颗粒的排除，然后后来颗粒虽然也出现哦，你可以看到颗粒一颗一颗出现，可是它纹路就越来越好哈，然后到最后你就看到它的那个一段一段的变化哈，后来它的纹路就开始变得丰满啊、肥嫩啊，然后就变得回到正常的现象，然后到最后就慢慢变比较稳定。这个就是肌肤监测在50倍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的证据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据。我们刚刚是以整年的状态来看，可是如果你把它缩小到每个月，其实何小姐的皮肤很强壮哈，就是很少数非常健康的女性哈，所以我可以想象她在过去控油抗痘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，因为你的皮肤越强壮，然后你去压制它，起到反抗越厉害。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月哦，228到329，就这样一个月，你可以看到它就经历了颗粒，然后代谢掉哈，然后你看这是另外一张6月哈，6月15到只是到多久到7月多，然后到8月这样一个月多一点点，然后你一样看到颗粒消失，颗粒然后变肥哈，然后到8月多到9月一样看到你看变肥，然后干瘪，然后再颗粒出来，然后再继续有纹路哈，然后到最后它变漂亮以前哈，它的皮肤其实还在代谢它的角质，然后有一些脏脏的东西出来，然后颗粒出现，颗粒消失，然后都最后变好。这是告诉你说，当然后面最后那一段我们有稍微帮他用水光把它冲刷掉哈，那使得他的皮肤变得比较容易代谢颗粒。可是水光终究只是一个术哈，一个技巧。重点是当你的颗粒来到门口，它够软化了，你这时候可以用大敷面的方式把它拔掉哈，你也可以用水光方式冲掉。可是重点是它必须要柔软才可以。因此肌肤监测讲的是你的皮肤的柔软代谢够正常，那你的肌裂乳就可以很顺利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它的皮肤在机械毒的时候有高高低低的波浪，然后慢慢变好，然后在50倍的情况下，你也看到它的纹路慢慢在改善。那在主观的意识上，就你的生活上面，你觉得你有什么比较愉快的，然后有什么变化，有什么改善的地方？在还没开始机械乳之前，我的脸上都会泛油光，从早上开始，一早起床开始就会，然后去上班之后到下午也是整个都在出油。那我后来机械毒之后，我早上起床清水洗脸就都没有再出油，然后甚至到我上班到下午，快要接近下班的时候也都不会再泛油光。而且我发现机械乳之后，我的皮肤比较不会那么暗沉，然后毛孔也不会那么粗大，那痘痘跟粉刺的问题也有降低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善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，就是你虽然只有清水洗脸，没有擦油啦哈，
可是它会自然润泽你的皮肤，所以你的毛孔不会粗大，你也不会觉得干燥，你也不会觉得暗沉。对。您这样子，何小姐这样走了1年下来，然后皮肤也改善了嘛，敏感肌也变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粉刺、毛孔都变好。那如果有人想象一下，有一天您结婚了，生了女儿哈，或者你的姐妹她有青春痘的问题要问你，你有什么你得到的收获，你可以告诉她的？我觉得不要，就是真的不要在皮肤上就是乱试任何的产品。我觉得一定要做过肌肤监测，再来试试看这些保养品到底适不适合你。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用的那些东西，那些保养品不适合我，所以我的皮肤才会出现状况。但是如果是适合的话，怎么用都没关系。可是前提是一定要做过肌肤监测再去用会比较好。那不然那些就会让你的皮肤只会更加的老化而已。好。所以我想这样说，就是简单讲，就是你要吃饭呢，也要量个血糖，才不会太多啦。对啊，然后你当然可以一直吃，像我这样，你知道我们这种就是肥胖受害者这样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身为皮肤科医师，我们会建议说，你给我们科学证据，然后我们就带着你往前走，不管你走到的是阴暗的幽谷，还是光明的土地上，你都永远知道你的指南针是对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一集要来给他一个简单的说明哦。这个说明很简单，就是，虽然那个何小姐讲说她有异位性皮肤炎，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过敏体质的意思啊。即使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上敏感肌，我们还是可以在正确代谢以后，让它整个症状改善到非常没有哦，就是非常好这样。那如果各位觉得，你在整个皮肤治疗过程中，不管青春痘啊、发炎然后敏感肌，需要科学证据，那你就要学会有皮肤问题找舒肤机械，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的自信，这样有很清楚嘛？小编如果觉得有清楚，请大家给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好，谢谢。